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努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原集的红石百科呢，主要讲的是实用的机器。然而，我觉得红石不仅仅是作为化繁为简的工具而已，有时候华而不实的机关也有它独特的魅力。因此这一集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隐藏门。我将隐藏门分为简单的两个结构，一个是触发点，另一个是活塞。以这个隐藏门举例，触发点为这个红石火把，当它熄灭时，门会开启，亮着的时候门会紧闭，而门的开关就是建立在如何让这个红石火把熄灭。活塞呢，就是这个隐藏门中门的部分，不过今天的影片会着重在触发的方式，因此这个部分我则以简易的2×1活塞门来展示。另外有一个方便的小改动，那就是门锁。当这个门需要你常常进出时，需要频繁触发的隐藏门就会显得麻烦而累赘，因此在这个方块上加上控制感，可以使红石火把熄灭，让门暂时敞开。以我在伺服器中的经验，这个十分重要，尤其在主要据点的时候。接着我们来说说几个触发方式吧。首先是冰霜行者，它利用方块更新感应器，简称 BUD。当玩家穿着冰霜行者的靴子经过时，水被变成冰块，触发 BUD 后，门就会随之打开了。当冰块融化后，再次触发 BUD， 门也会随之关上。再来就是福林侦测器，它能够侦测到声音并输出红石讯号。使用校准福林侦测器则是可以只侦测特定的声音长度，让你的门不会稍微有点动静就开关关的。比较常用的是5级的穿装备，这个对飞桶和比较器只是限制它的工具。如果讯号的持续时间太短，经过门的时候会被夹到，因此要加上一个倒数计时装置才能顺利运作。接着就是漏斗矿车，漏斗矿车可以吸取地理上方方块上的物品，它的结构长这样，一样需要一个延时装置来确保不会被夹到，而你投入的物品会流到这个漏斗中。如果物品可能还有需要，可以做一个回收装置，这里可以加装分类机，只让特定物品可以触发机关，使你的基地更不容易被其他人进出。最后的就是河豚了，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当玩家靠近特定范围时，河豚会感知到并膨胀，进而触发这个半身钩。这个则不需要延时装置，因为河豚缩回去也需要段时间。相信许多人的童年都有想过在家中有个只有自己知道的隐藏房间吧，可能在一堵平平无奇的墙后，可能是会突然翻转的书柜。我很喜欢 Minecraft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实现我许多难以在现实达成的梦想。在伺服器中向朋友们秀出我新盖好的隐藏门，露出墙后别有洞天的惊喜，是我玩红石的一大乐趣和成就感。今天这集红石百科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